郴州是4线城市，然后我在那个公司的话，3800，然后可能扣完5险大概有3500。你觉得够花吗？那个3500的话，基本上在郴州这种小城市完全是够了的。最不满的一点，那当然就是一个双休，上了6天班，再休息这1天，我会觉得很累，我觉得好像没有生活。他的 HR 他可能就是怎么去缩减员工的一些薪资为他的绩效，你根本就不是想让人去过来做事的。国内的一些年轻人其实挺抗拒婚姻这个东西的。我昨天晚上跟他们还聊了一下，我可能不会结婚，我就是希望我觉得我能够有一个稳定的自己的一个家庭，就一个人过生活也会让自己过得很快乐就行。目前来说，我基本上我能养活我自己，然后我父母我不给他们去添负担就可以了。今天采访的嘉宾是我还在长沙某大专工作的时候带过的一个学生，他是2019年毕业的。他和其他毕业生不太一样，他没有选择留在长沙本地工作，他也没有选择南下广州、深圳这种大城市去找机会。他毕业了之后就直接选择回了他的家乡湖南的一个3、4线城市。他也是性少数群体中的一员，不妨跟着我的这期采访去了解一下他现在的工作和生活的情况和未来的一些打算。你好，你好，好久不见。今天非常开心，我能够邀请到我以前的一个学生参加我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康康，现在在国内，然后是一个正在无业游民当中。记得没错的话，你应该是19年毕业的吧？对，19年毕业的。19年毕业了之后，你好像就一直就回你的家乡了吧？好像我在长沙实习过一段时间，因为家里面有点事情就回来了。回来了之后就一直在家里面。就你家乡是在湖南郴州，好像是。是的，郴州。是市区吗？市区。工作经历怎么样？就是现在的这个工作环境，变化有什么变化吗？疫情前其实都还行，都算比较稳定。第一个公司我待了4年，他做各种网上的一些 app 或者是漫画小说，可能那个时候环境还算比较不错，很稳定，福利待遇什么的也还行。待遇是什么样子？郴州是4线城市，然后我在那个公司的话3800，然后可能扣完5险大概有3500。你觉得够花吗？那个3500的话，我在家里面住的，然后伙食的话是公司有吃，公司是包1顿午餐跟晚餐，基本上在郴州这种小城市完全是够了的。那公司工作了4年是吧？对。想要离职还是他公司出了变化？确实当时可能他也是国内环境变化，然后我开始在的那个项目他做不下去了，我的腰椎还有什么其实都有影响，然后我想出去试一试其他的新的职业，然后我自己就跟我朋友2个人出去做那种直播什么的，但是后面也没做起来，因为确实是也不太好做嘛这个东西。然后去年是找了一个郴州当地的一个地方，也是做线上运营这一块，然后做了一年之后，可能因为自己又觉得还是不太行，然后后面现在就是离职在家里面，然后准备年后再去找其他的工作。等于说你正式的工作你就只做过2份，那你之前第1份工作的时候，你积累一些经验吗？确实是积累挺多经验的。第1份工作对我之后的工作或者什么都挺有帮助的。后来这个直播的话，你是要帮别人起号还是干嘛？帮别人起号起不起来，他那个是做一个什么教育培训嘛，然后当时刚好是国内那个培训他在严抓这一块，所以说钻一钻漏洞，或者是就是在暗里面去操作一下，或者是怎么样，通过网上去卖课或者什么样子，又觉得好像没有办法给他带来马上很立竿见影的一个效果，他就后面半年他直接就是我们线上这一块他就没有怎么去动，没有怎么去管了。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可以，但是你要说让他们去投入很多，或者是他觉得有些东西他就不太能接受。去年做的是后面这份工作，23年11月份到24年，那就是疫情解封后那1年重新你又干了直播，然后又干了这个新工作。对。那你觉得这个疫情对你们当地的这些经济和大家的就业环境有什么影响吗？可能他确实有些做实体的商家他做不下去了，你能够看到街面上很多实体行业他直接就是关门关店。互联网这一块其实还好，漫画小说它的流量，因为很多人都在家里面他没事干，对我们的那个线上数据还是很好的，只是后面它确实一些行业不行了之后，我们再慢慢影响到我们。那你第一家公司它的盈利点是怎么样呢？就是卖这些小说的版权还是什么？它是靠版权漫画小说版权起家的，现在是做游戏这一块，就是一些小游戏，
然后还有就是可能国内它监管的问题，你一个行业可能刚刚开始有红利期的时候，然后国内就会开始对这个行业开始进行监管，就是缩紧它的一些审核标准什么的。有些像我们漫画小说，有些那个点它可能确实是有一些擦边。色情类的是吧？偏色情类的，然后可能是恐怖类的那种血腥猎奇上的那种，可能会吸引人去付费观看。就只要你流量高了之后，创作的自由度就会被官方给监管。对，因为国内它没有办法去进行创作，就转战海外，还在坚持的就是一个海外的小说还在做。下一步你就是打算过完年了之后再出去找工作？是的。期望是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我想要体验可能各种不同的一些职业都没关系，更需要它公司的氛围，因为有一些公司它企业文化、企业那种氛围都很老旧的那种，老人家比较多，然后可能它会让你一些就是那种虽然论资排辈，对论资排辈的那种味道，我就很不喜欢那种地方，我觉得待着会很压抑。我之前在长沙实习的时候，那个公司它的一些指标、它的一些绩效考核什么的，全都是以压榨员工为一个标准的，他的 HR 可能就是怎么去缩减员工的一些薪资为他的绩效。我觉得你根本就不是想让人去过来做事的。那反倒在你们这个3线城市，企业文化稍微显得比那边好一点，是吧？对。未来你就是还是留在本地呢，还是去其他城市？我可能会打算去广州看一下吧，因为广州确实它互联网公司多一点，然后它工资水平要高很多。成都工资水平确实还是太低了一点，可能就是3K 到5K， 广州那边最低也有5K， 然后它高的话可能7、8K 或者1万都有。因为我不是很专业的一个，就是只能是说以我的一些行业经验去找工作。你像现在你已经毕业了5年多6年了，快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规划呀？就是不要为钱这个事情再发愁，但是我也不需要说我有多少钱，我只是说我不需要为这个事情再去很苦恼自己为什么没有钱这个事情就行了，就 OK 了。其实我不是一个对物质很有欲望的人，因为我真的不然我不会选择就是说毕业之后就在家躺了那么多年。我就是希望我觉得我能够有一个稳定的自己的一个家庭，就一个人过生活也会让自己过得很快乐就行。我很喜欢在家里面可能养猫养狗，然后种花种草，然后我甚至我很喜欢下厨房，就是做饭做菜什么的。心态还是挺好的，我觉得就是不是很浮躁。对，因为离职之后也大概在家里面也待了两个多月了，因为没有收入，你的所有现在所有的都是在消耗你的储蓄。趁中国马上过年了是吧？然后那些亲戚朋友就会问你现在在干嘛，我说现在没有在上班了。本身我当时想法是离职之后我可以自己去创作一些小说，或者是写那种网文小说嘛。就是你真正去进行这个事情之后，才发现自己可能也并没有那方面的天赋吧。方不方便聊你的感情话题？我目前来说，我现在就是毕业之后可能有谈过1、2个。后面也都不了了之。其实我觉得成年人的感情很难进行下去了，学校里面的感情纯粹的多。康康其实是喜欢男生的。我其实，在当你老师的时候我就知道，国内没有说那么保守，这个东西大家接受度还是挺高的。我是那种很不在乎其他人的眼光的，除了家里人，可能家里人我没办法跟他们去沟通，我父母他是理解不了这个东西。我昨天晚上跟他们还聊了一下，我可能不会结婚，他们觉得你高兴就好，你能够活得快乐就好。但是反正目前我来说，我也没有说非要跟他们出柜的一个契机，因为我现在目前是单身状态，告诉他们我现在是这个状态就可以了。在美国这边来说，就是说属于说 LGBT 身份嘛，就是国内的这个群体多不多吗？你觉得现在？挺多的，其实也挺多的，挺多的。对，你们这一帮年轻人还是接受度都还是挺高的嘛，我感觉得到。就不管说理解或者不理解都还好，就是无所谓。我觉得只要你不要去刻意去排斥，就对刻意排斥对大家了，对，就是上班或者是干什么，我也不会说刻意去说这个事情嘛。但是如果你问起来的话，我也不会跟你去隐瞒。对，现在这个社会最不满的一点，你能说出来吗？现在整个这个环境最不满的一点，那当然就是一个双休。我觉得国内这个双休真的是要落实下来。我觉得你上了6天班，再休息这一天，那一天完全就是躺一天过去，就直接那一天假期就没有了。我会觉得很累，我觉得好像没有生活。可能有些人他有自己要赡养家庭或者赡养小孩、赡养父母的一个责任。然后我目前来说，我基本上我能养活我自己，然后我父母我不给他们去添负担就可以了。其实现在国内能够不给到小孩这些太多的这种压力的父母，其实也并不是很多。
他们觉得我过得还行就行了。但是可能亲戚朋友什么的，就像昨晚上我家有亲戚朋友过来吃饭，他们就会跟你去跟你说这些东西，他们还会跟你吹嘘他家儿子或者女儿在什么地方怎么样，然后就会可能让你就会觉得听到这些话你还是会不舒服。为什么要跟你们去比较？我觉得我能够过好自己的生活就行了，我也没有什么非要你儿子或者你女儿去帮忙我的地方就 OK 了。国内确实是，我觉得很多人是被家长推着走，他觉得可能有些人一毕业他就考公考研。那你之前一直都是3到4千，一个工资你觉得在郴州生活起来？只能说我本人可能没什么压力，这个公司其实对大部分人可能还是确实是少了。有些人他还要照顾家里面，就压力还是很大的。你平时有没有就是出去旅游啊什么之类的？会有自己的储蓄目标，可能就是每个月攒一点钱，然后攒到一定的，就可能跟朋友去规划出去玩一趟。就对现在这个状态其实比较知足的了，反正是知足的一个前提就是你自己要想通，你自己想得通，能够说服自己。你的朋友应该跟你的状态也差不多吗？差不多。但是国内的一些年轻人其实挺抗拒婚姻这个东西的，目前他们来说是不愿意结婚。目前来说，我们婚姻的范本就是我们上一辈的父母，是吧？然后我们上一辈的父母目前来说到了这个年龄，其实很多人他都没有感情基础了，都已经是就是分床睡了。有些人处成了亲人，他还能够继续下去；有些人他亲情他都没有的话，我觉得在一起很辛苦。就是哪怕我是个异性恋，我觉得结婚都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事情。目前来说，我是不可能去选择结婚，在国内的话。现实的问题还是会无形的给大家增加很大一部分压力嘛，毕竟谈恋爱可以暂时不用考虑这些东西。中国结婚的话，确实是2个家庭的事情了，他要考虑家庭之间的很多问题了。但是谈恋爱，他就是只是享受感情就好了，享受爱情就可以了，就更纯粹一点。说实话，我更觉得可能目前来说的一个状态是这个样子的。我最近最喜欢的一句话，8个字：向外所求，皆为自苦。就是一切你想要向其他人去索取，想得到其他人的帮助，其实你还不如去以自己为基础，或者是提升自己来得好。谢谢你的分享，希望你新一年工作顺利，对，早日找到你的爱情。OK。从本期采访不难发现，现在国内的年轻人被社会和家庭施加的压力还是挺大的。他们也会用自己的方式去与之对抗，并去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活状态。或许这样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之后，会倒逼社会进行改变。也欢迎大家在本期视频下面进行讨论。咱们下期再见。